大家好，这里是猿猫说，我们一起来看看世界的变化，聊聊你我的生活。最近有一个话题有点敏感哈，中国的银行业正在经历一场由净息差持续收窄而引发的系统性裁员潮。如果你身边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呢，你最近可能会听到他们说压力很大，睡不着，指标也完不成，随时可能被优化。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银行难道不是金饭碗吗？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但是先看一个关键数字，2025年的第3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降到了 1.42%。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简单的说，银行的生意就是低息吸收存款，在高息发放贷款，赚中间的差价，而这个差价呢，就是净息差。2021年这个数字大概在 2.08%， 但短短几年就已经跌到了 1.42%， 连续3个季度企稳在历史低位，对银行来说，这等于核心的利润来源被腰斩，利差一窄，银行就赚不到钱。而且改革业务提升业务其实挺难的，但是向内开刀向员工开刀简直说裁员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股份制银行全年的淘汰率竟然已经高达 33%， 柜员、客户经理、中后台都被批量的优化。那么银行这么体面的工作，裁员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体面呢？事实是并没有。实际上很多银行采取的是通过谈话、培训和严苛的2次考核进行变相的逼退。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各种手段，比方说强制的轮岗异地、分配空壳客户，以及APP 实时排名、业绩公示末尾淘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中国银行其实很赚钱的，因为经济高速增长，企业都抢着贷款，居民也在拼命的存钱，而且息差一直稳定在 2% 以上。银行广开网点，拉存款放贷款，利率转得稳稳的。但那个时候银行是公认的铁饭碗，稳定体面，福利好，社会地位也很高。无数家长挤破头觉得把孩子送进银行系统就是成才了。但是从2020年之后，一切有所变化。因为疫情的冲击，实体经济下行，企业融资需求相对就减弱了， LPR 多次下调，存款利率又降不动，资产端收益往下走，负债端成本也下不来，息差就被硬生生的压扁了。那 1.42% 的息差是什么概念呢？这已经逼近了国际大行的安全预警线 1.5%， 国有大行可能更低，只有 1.3%， 城商行 1.37%， 只有农商行稍微高一点，能达到 1.6%。 那利润少了，银行还是需要保证报表保证股价以及保证管理层的考核的。那怎么办呢？最直接也是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办法，就是降低人力成本。银行员工的薪酬通常会占到银行运营成本的 30% 以上裁一个人就能省掉几十万，裁1万个人呢就是省掉几十亿呀。于是一场全行业的优化活动就开始了。那么银行业的裁员可能会采取哪些方式呢？首先可能会是强制轮岗异地，就是市区员工调到县城、乡镇甚至跨省，而工资会降，房租都不一定够付。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自己离职。也有可能是分配空壳客户，给你一堆已经失联、破产、无业的僵尸客户，还让你去拉贷款拉存款放贷款完不成，就算是没有达到业绩考核
还有可能会采取 APP 实时排名羞辱，银行内部的 APP 业绩会实时公示，从第一名一直排到最后一名，全员可见倒数3名就有可能会被点名检讨这某种程度上是把尊严踩在地上摩擦。这种考核是一种暴力考核，而比暴力考核更可怕的呢是指标扭曲。实体经济不好做企业不敢贷款，居民也不敢消费，那银行的真实产能就会大幅下滑。但是报表依然要做呀，所以指标不能降，反而还有可能需要逆势加码。2022年银行的人均车贷指标是500万，而到了2025年会是多少呢？是800万到1000万。而一线员工真实能做出来的产能其实只有100万左右，所以目标其实是实际能力的8到10倍。那完不成怎么办呢？可能就是扣钱呀、通报调岗淘汰。那中层管理其实压力更大，他们夹在高层和基层的中间，高层压下来的指标，中层只能层层加码。分行给支行以120%的指标，那支行就要给网点行150%，而网点又要给员工200%。最后其实所有的压力都砸在最底层的客户经理、客户柜员身上。指标如果完不成所有人就有可能恶性内卷。首先就会开展客户抢夺战为了拉一个存款，佣金会全部返还，说不定还要自掏腰包送大米、送油、送购物券，还有可能产生零和博弈同事之间不愿意再共享也不再互相帮忙，甚至有可能会互相抢客户，这也会造成职场冷暴力在这种生态下，怎么会有团队协作呢？每个人都在盯着别人的业绩，盼着别人掉下去，自己才能继续活。这哪里是一个团队这是丛林法则，鱿鱼游戏所以很多人说，银行不是在数字化转型吗？ AI、大数据、智能设备，这些都应该减轻员工的压力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数字化变成了监控员工的工具。现在的银行客户经理呢，每天要干3件事：营销业务、合规审核以及系统操作。以前放贷有风控部门审核，现在风控责任可能就直接下沉到客户经理，乙方的每一笔贷款风的风险都是你的责任。同时数字化的管理其实也是无孔不入的，拜访客户必须拍照上传通话录音、行程记录、客户聊天记录都要留痕，所有的系统都有记录这种感触所以有人说在银行上班比在电子厂打工管得还严。最惨的可能就是中小银行，国有的大行体量很大，还能搞些内部转岗、后台缓冲、提前退休，但中小银行其实没有什么缓冲的空间，它不达标即淘汰。所以有些银行员工也感叹说，我们不是金融从业者，我们只是穿着西装的外卖员，系统派单系统考核、系统淘汰没有什么人情的温度。数字化本该解放人，但是结果就变成了困住人、压榨人以及淘汰人的枷锁。讲完了一线的痛苦，我们再深挖一层，为什么银行会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呢？答案可能只有2个词，是利差的依赖以及半市场化。首先就是利差依赖症，中国银行的收入结构和欧美有一点不一样。比方说中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只有 20% 左右， 80% 都是依靠存贷的利差，而欧美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会超过 50%。
主要靠财富管理、投行、托管、交易来赚钱。所以说，当息差一窄，利润就会跳水，压力就会产生。那第二个因素就是半市场化的困局，银行一边需要完成行政性的指标，比方说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以及降低利率，一方面又要面对市场萎缩、需求不足、竞争白热化、坏账上升的压力，两头的挤压，银行只能搞同质化的内卷。不管你是柜员呢、风控、行政，全部都背着营销的指标，最后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压力、所有的委屈，全部都转嫁给了一线员工。这就是最残酷的真相。行业转型的成本、制度设计的缺陷、模式落后的代价其实最后都是由普通员工来买单。银行真的缺人吗？其实并不缺，银行缺的是能带来高利润、低风险、轻资本的业务，缺的是真正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能力缺的是人性化的管理和长期主义的战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银行走的是规模至上的粗放型路线，拼网点、拼人数、拼存款、拼贷款规模，大而不强，广而不精。现在规模逻辑就失效了，息差见底了，过去掩盖的所有问题就会爆发。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切不是个案，而是有权威媒体、一线案例以及司法判例共同佐证的。根据全国金融监管总局的公开数据明确显示，商业银行2025年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已经连续3个季度锁定 1.42%， 已经击穿了行业安全的边际。这是银行利润承压、人力收缩的最核心导火索。而财联社、凤凰网等多家权威媒体也都有同步核算的证实2025年的上半年，6大国有银行合计净裁员 2.67 万人，其中工行减员6722人，农行减员9606人，而邮储减员3854人，6大行无一增员，全员负增长。而全年银行网点关停超过了9000家，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同步缩编，行业人力收缩已经是公开事实。还有像三联生活周刊、新浪财经这样的一线调查媒体都出过文章报道过银行行业内变相裁员的手段这场由净息差收窄而引发的系统性裁员潮，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发生，并且有大量事实支撑的行业现实。在我们很多人的心目中包括我们父母那辈积累的认知里，银行就等于铁饭碗、稳定、体面，一辈子不用愁。谁能想到当年挤破头进去的金饭碗，现在会变成这样？这个行业崩得太快、太狠，也太不讲情面了。息差只有 1.42% 的时候，银行其实是赚不到钱的，而这时候最先牺牲的就是底层最老实、最听话的那群普通员工。其实很多银行人现在的状态就是不敢说，也不敢辞职，因为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除了在银行系统里，其实出去也找不到什么很好的工作，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么作为银行的命脉生死命脉，息差还能看到上升的希望吗？2025年第2到第4季度净息差其实已经连续3个季度停留在 1.42%， 至少不再往下掉了。最惨的自由落体阶段好像已经过去了。 LPR 也已经连续9个月都没有再往下掉，政策也说是要稳息差，新贷款利率的降幅明显收窄，不再猛降了。其实咱们也看得出来这个
银行业和房地产业几乎就是一个趋势，房地产难受的时候，银行业也不好过。过去吃到了房地产行业的红利，那么现在也要陪着房地产一起阵痛。行业其实普遍预测呢，2026年的息差应该几乎是会平着走，但是如果要回到 2% 以上，那至少还需要2到3年甚至更久。这主要看房地产市场能不能回暖，是吧？从现在来看，行业普遍预期是息差已经触底，不会再大跌，未来甚至有可能会逐步企稳，小步回升。但是也很难再回到过去那种高利润、高稳定的铁饭碗时代了。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行业回不到从前了，而且这段阵痛可能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所收获，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